关注前程密码，了解全球财经。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钱道。今天啊，我在这个头条悟空问答里面啊，看到一个提问，就说这个未来5年，中国的报复机会在哪里？其实既然是谈报复机会啊，那一般这个稳步增长的行业，我觉得就不用谈了啊。在这里呢，就是说我跟大家一起交流一下啊，我自己的一个个人看法，不见得对啊，提供给大家作为参考。有一句老话叫做"人无横财不发，马无夜草不肥"。说来说去，要想赚钱啊，要想大发暴富，那肯定是要抓住风口。你站在风口，猪都会飞嘛，是吧？这个我们先说一下目前的一个经济形势啊。这个首先呢，因为这个疫情导致这个全球大放水，全球央行都在印钱，通货膨胀那是一定的啊，这个我们不用回避。目前呢，好像这个暂时通货膨胀没有立刻产生，是什么原因呢？主要是因为啊，这个钱呢，它在消费端还没有充分的发挥作用，在未来1到3年啊，这些都是要被消化的。所以呢，未来这个5年之内，可能这个通货膨胀率啊会大幅的提高，尤其在明年2021年啊，后年2022年有可能会达到一个高峰。第二个呢，既然全球都在放水，那我要请问一下大家，多出来的钱它到底会往哪里去？我们得知道这个资金它的一个流向啊。首先，我相信这个传统的生产端它会流入一部分啊，用于扩大生产，提升这个生产力和科技水平。但是生产端呢，它不可能一蹴而就。你毕竟生产端生产出来的产品，如果说消费没有跟上的话，那肯定会产生产能过剩、供大于求的。你看我们中国本来就是一个生产大国，产能过剩那是一个老掉牙的问题。所以在疫情影响的当下呢，对外贸易短期之内它不可能迅速得到恢复啊。国外的话，很多一些国家还没有这个疫情问题还没有解决，所以我们只能够在国内消化，而国内的消费动能呢，它也需要时间去修复的。所以这个1到3年内啊，流入到传统生产端的资金就不太可能全部进入产能。而有人说这个房产泡沫都在现在就是说这个政策都在挤泡沫，所以基本上不可能再涨。所以我认为啊，最终这个钱它会流入股市。第二个呢，就是大基建啊，你像经济增长3驾马车，这是常识，消费、投资、出口。消费拉动它是需要过程的，只有老百姓在感觉到不缺钱的情况下，那消费才能够恢复。目前呢，实话实说啊，老百姓消费信心不足，消费不振那是事实。而出口的话也受到影响，那3驾马车就只剩下了投资1驾了。投资它包括有交通运输啊、机场、港口、桥梁、通讯、水利啊，以及这个城市供排水、供气、供电设施啊，以及提供无形产品或者这个服务科教文卫啊这样一些部门所需的一些固定资产。而我们中国啊，这个水泥钢筋的基建工程大部分地区已经相对饱和了。2020年以后提的最多的那就是新基建。新基建的话呢，它包括3大方面的内容啊。首先第一个就是信息基础设施，主要指的是什么呢？啊，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演化生成的基础设施，比如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为代表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啊，以这个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以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第二个呢，就是融合基础设施，主要指这个深度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这样一些技术，支撑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进而形成融合基础设施，比如智能交通基础设施、智慧能源基础设施啊等等。第三个是创新基础设施，主要是指这个支撑科学研究啊、技术开发、产品研制这样一些具有公益属性的基础设施，比如那些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啊、科教基础设施啊、
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啊，等等吧。但是我们说来说去，这样一些基础设施啊，这样一些新基建，对于老百姓来讲，你能够参与到哪个项目去啊？对吧？你哪个项目可能都参与不进去。所以啊，钱到我再讲更多宏观方面的，那对老百姓没有什么任何帮助的啊。老百姓最实在的投资，那是什么？就是新基建概念股。关于这一类股票，大家自己去研究啊。这里呢，我就不做这个详述。现在这个全球央行放水，多出来的钱会往哪里去啊？啊，除了投资让钱再生钱，请问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所以啊，泡沫一定是有的，而且是全球性的。全球热钱往哪里走？咱们用屁股想都知道，必然会进入什么金融市场。既然泡沫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投入到金融市场，不但可以把泡沫做大，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是争取到了时间。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想要恢复啊，最需要的就是时间。所以全球的热钱都会往金融市场跑。那今年4月1号，全球金融全面开放，人民币国际化那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啊！最近我们看到上证新规出台了，前面注册制全面落地，一系列的金融政策其实都是在跟国际接轨的。我相信啊，下面管理层还会陆陆续续出台各种政策啊！我们金融市场的大门已经敞开了，你要有钱你就进来。可能有人会说啊，这个国际热钱进来了，会不会把我们的金融市场搞乱呢？其实这种担忧啊，大可不必。国外那些所谓的金融大鳄，他一样是人，他在我们这个1亩3分地玩，那就必然要按照我们的游戏规则来。这些问题管理层高人多的是啊，早就想到了，所以我们完全不用担心。未来5年啊，我认为中国的金融市场将会爆发大机会，能不能抓住，那就要看大家的智慧了。好的，点击订阅，打开小铃铛，签到，不胜感谢。